俄罗斯总统普京10号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代号为“大洋2024”的俄罗斯海军战略演习。普京称，这一次是俄罗斯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演习，目的在于详细检查海军和航空兵指挥和控制机构的战斗准备，并确定其行动的一致性。他批评美国企图利用乌克兰造成俄罗斯的战略失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全球军事和政治主导地位。 Своими агрессив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США стремятся достичь ощутим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тем самым сломать сложившуюся архитектур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баланс сил в АТР. Фактически США провоцируют гонку вооружений, не считаясь с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свои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и азиатских союзников. Формируют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для опасной кризис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Европе 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普京指出，俄罗斯必须为局势的任何发展做好准备，必须确保俄罗斯的武装力量能够可靠地保护其主权和国家利益，击退任何方向的军事侵略，并认为海军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俄罗斯将继续加强海军，包括其战略核力量，将系统全面地发展武装部队的所有兵种和分支，提高其打击能力。 根据实战经验，加强对沿海和航空部队舰艇船员的培训，为可靠地保护俄罗斯、维护战略稳定和世界力量平衡竭尽全力。此次演习由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指挥，在太平洋、北冰洋、波罗的海等多个水域进行，包括潜艇在内的400多艘军舰和9万多名官兵参加了此次军演。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演习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检验俄罗斯海军综合使用高精度武器和先进武器的准备情况。当天参加大洋2024战略演习的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分别在日本海和巴伦支海水域进行了实弹演练，包括厄姆斯克号核潜艇、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等发射了锆玛瑙等导弹，精确打击了指定海域目标。 本次演习将于16号结束。乌克兰无人机对俄进行了大规模的袭击，目标包括莫斯科。这是短期内第2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相比上次，本次造成了俄方一定的伤亡和更大的损失。这说明乌克兰的无人机产量和突防能力正在上升。不过，乌军无人机攻击主要还是对俄民众施加心理压力。那对于乌东顿巴斯地区的战况，其实作用不大。 目前来看，俄军已经逼近乌东重镇波克罗夫斯克，该地的得失才是这段时间俄乌的关键胜负手。那对于乌军来说，至少要坚守当地到美国大选结束，否则或拖累哈里斯的选情，引发连锁反应。从这个角度来说，乌军无人机攻击还会不断的持续。当地时间9月1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乌克兰的战火仍在延宕，人道局势日益严峻，外溢风险持续显现。长期冲突已经给双方平民带来巨大苦难，造成严峻的人道危机。当务之急是遵守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3原则。 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中方再次呼吁冲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切实遵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避免攻击核电站等和平核设施。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贾表示，西方国家不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导致冲突无法停止。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一方面批评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另一方面则无端指责中方。对此，耿爽展开了有理有力的反驳，明确表明了中方劝和促谈的一贯立场。中国迄今所做的努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和平。我们的外交努力并不支持谁。 也不偏向谁。我们遵循的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我们尊重的是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为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做出切实努力，而不是不停地吹嘘自己向战场投入了多少武器，更不是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真诚努力进行攻击和抹黑。在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外资的流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方日前发布最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此外，服务贸易领域也迎来了重要开放举措，将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9月8号，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2024年版》，也就是最新版的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自11月1号起实施。近年来，中国不断放宽外资准入。2017至2021年连续5年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制造业、采矿业、农业、金融业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其中，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限制措施已于2021年率先实现清零。最新版的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删除了出版物印刷需由中方控股和禁止投资中药饮片的蒸、炒、制、断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等2个条目。这也是上版清单中仅剩的2条涉及制造业的限制性条目。这就意味着以后外资进入中国制造业投资将没有任何与内资不同的限制。我觉得这次调整展现的就是扩大开放的这种信号，在准入这个环节，相当于我们在制造业领域实现了内资和外资的一个平等的待遇。观察认为，取消制造业最后2条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标志着中国制造业的开放水平不但在发展中国家中明显领先，甚至高于相当一部分发达经济体，是履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一庄严承诺的最生动表现之一。与此同时，很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之后，需要和国内的企业进行合作来共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内企业也可以获得学习进步的机会。在这个目前这样一个现代经济体系下，对大国来说，我们通常就是把这个负面清单作为一个国开放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通过这个行动，其实就看出来，就是我们中国是有继续加大国内改革，同时进一步的加大开放的这样一个决心。那么通过与世界的这样一个互动、开放、交流，那么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制造业更加高端化的发展、智能化的发展、绿色的发展。此外，服务贸易领域也迎来了重要开放举措。近日，商务部等3部门印发通知，表示要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外商投资企业获准在北京、上海、广东3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在独资医院领域，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观察指，外资医院的加入有望带来国际化的管理经验、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标准，推动国内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特别是细胞、基因治疗领域的外资开放，意义堪比当年新能源车领域引进特斯拉。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加大增值电信、医疗健康、数字经济、文旅、交通、商业航天及特色消费、时尚消费等新兴领域的开放创新力度。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涉及台北金华城弊案被羁押后再次现身，台北地检部门于10号对其首度提讯。此前一天，柯文哲的律师团发表声明称，柯文哲决定不提抗告，在接下来2个月的羁押限期内将尽力配合调查。消息一出，一片哗然。10号中午1时许，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囚车抵达台北地检署。柯文哲双手上铐，改戴黑框眼镜，身穿黄色短球服、深蓝色短裤及拖鞋步下囚车。面对大门外媒体喊话，均未回应。这是柯文哲自5号被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后的首次现身。台北地检署10号下午的提讯，重点是厘清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是否涉嫌违法配合提高金华城容积率至840%，图利当时的开发商微晶集团逾200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44亿元。而时任台北副市长彭振声同样被羁押，并于当天上午被台北地检提讯。我觉得整个案子的重点就是司法归司法，政治归政治。
遭羁押禁见后，柯文哲的3名辩护律师赴台北看守所办理律见，与其讨论抗告事宜。外界原本预计柯文哲会于本周提出抗告，然而9号，柯文哲透过律师团发表声明，表示决定不提抗告，请检察官穷尽一切调查义务，他会尽力配合调查。因此，柯文哲确定会遭羁押至少2个月。这一重大决定引发岛内普遍关注。有分析认为，从以往的经验看，遭羁押的被告鲜有在起诉之前被释放，就算柯文哲提出抗告，释放几率也相当小，多半是白费功夫。因此，柯文哲做出上述决定，而接下来的压力就转至检察官。毕竟押票一次最长2个月，最多再延长一次2个月，意味着检察官需要在4个月内起诉，否则必须释放柯文哲。但如此大的案件，要在4个月内结案起诉相当困难，检方可能会另想办法，尽力扣押柯文哲。在刚起步的一个案子呢，要查恐怕2个月恐怕查不完，所以到时候很有可能是这个案子2个月。他可能还要延押一次，就会变4个月。好，假设4个月顺利起诉起诉完，那假设是金华城案起诉，他不管用图利还是有没有收贿，这个不知道。但是也许他起诉之后，到时候那个北检又跟法院说，因为还有另案，还要侦办，所以怕他出去又去串供，所以呢要求续押，所以一押就可能一押再押。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柯文哲此举非同寻常，因为若当事人觉得被政治迫害，通常会第一时间提抗告。根据岛内有关规定，提抗告应在裁定出炉后10天之内。以柯文哲于9月5号遭羁押来算，最后抗告期限是15号。由于9月15号适逢周末，因此顺延1天。柯文哲如要抗告，最迟需在16号以前提出。你注意他选择不抗告的时间点是在他们民众党的这个集会。隔天，对啊，因为集会还有这么多人挺我，我就没有必要抗告了。我证明了我还有能量，那抗不抗告就不重要了。柯文哲被羁押后，民众党发布集结令，号召支持者集合，展开全台宣讲。首站于8号晚在台立法机构前登场。据民众党表示，当晚有2万支持者到场，强调民众党并未溃散，仍要站稳第3势力。今天不说话，明天又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对此，有岛内媒体认为，民众党就是在玩2手策略。柯文哲不抗告是打悲情牌，而全台开讲则是打仇恨牌。民众党还剩多少支持能量，铁杆支持者还有多少，对岛内政局变动是非常关键的数字。如果检方没有找到一击毙命的证据，就很难裁决柯文哲羁押禁见，更加证明赖清德当局就是政治办案，最终只会让柯文哲的声量越来越大，让其支持者更加坚定挺柯。民众党目前在整个问题上，就柯文哲的清白跟金华城的问题你只能够2择1就是你只能够保住柯文哲没拿钱的这个清白，而且目前还在讨论。对，可是你不见得能够保住金华城全部都是正大光明、一切合法。虽然柯文哲至少还有10%到15%的铁杆支持者，但从岛内最新民调看，自柯文哲8月2号爆发政治现金风暴以来，其形象严重受损。有超过1半的受访者认为，即使民众党全台开讲，也难以挽回信任。最终走向如何，还取决于案件的审理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与特朗普展开第1次电视辩论，这是2人首次正面交锋。距离9月16号提前投票起跑仅剩不到1周的时间，外界形容这场辩论对2人来说是决定性的90分钟。这场电视辩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场内没有观众，与特朗普和拜登6月举行的辩论规则一致。此次辩论也沿用麦克风静音功能，即当一位候选人在辩论发言时，另一位候选人的麦克风会被静音。开始辩论前，哈里斯主动走向特朗普，与他握手。Kamala Harris, let's have a good debate. Have fun. Thank you. 当被问及美国人是否比4年前生活得更好时，哈里斯强调说，他是台上唯一一个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候选人。I was raised as a middle-class kid, and I am actually the only person on this stage who has a plan that is about lifting up the middle class and working people of America. 特朗普则就移民问题发起攻击，称许多移民来自监狱和精神病院。We have millions of people pouring into our country from prisons and jails,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and insane asylums, and they're coming in and they're taking jobs. 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she and Biden led into our country.
and they're destroying our country.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发言期间，哈里斯的麦克风被打开了。 Seventh month. Come on. Okay, would you do that? Why don't you ask her that question? Why don't you answer the question? Would you Because veto? under Roe v. Answer the Wade, question. Would you veto? you could do a 在2020年与时任副总统麦克彭斯的辩论中，哈里斯以一句“副总统先生，我在讲话”，巧妙地阻止了辩论对手打断他的发言。 Mr. Vice President, I'm speaking. I'm speaking. 而特朗普也在今天的辩论中刻意模仿了哈里斯的这一句台词。 She went out. Wait a minute. I'm talking now. If you don't mind, please. Does that sound familiar? 毫无意外的是，哈里斯在辩论中大肆攻击特朗普已被裁定的罪行。 I think this is so rich, coming from someone who has been prosecuted for national security crimes, economic crimes, election interference, has been found liable for sexual assault, and his next big court appearance is in November at his own criminal sentencing. 作为前总统，特朗普的大选辩论经验明显更丰富。毕竟他已经第7次为竞选总统而辩论，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名候选人都多。共和党策略师凯文·马登认为，特朗普用90分钟的时间对哈里斯进行真正集中的进攻，比播放100次的竞选广告效果更好。与特朗普滔滔不绝的风格不同，哈里斯的表达比较精炼。在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演讲中，哈里斯只讲了38分钟。2020年，哈里斯与时任副总统彭斯的1对1辩论中，发言量比彭斯少了约17%，但是哈里斯仍控制辩论节奏，给选民留下深刻印象。 Stakes higher for Harris because there's more capacity for her to be defined by Trump and to define herself than there is for Trump to do either for himself. 不过，从既往选举结果上看，辩论对于选情的影响有限。但是本届美国大选状况频出，不能完全以惯例来预测。今年6月，第一场两党候选人电视辩论就破天荒地导致拜登最终宣布退选。让民主党人担心的是，哈里斯并未从8月19到22号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中获得支持率提升，打破了美国总统选举年党代表大会能够为一党候选人暂时推高民望的惯例。相反，随着人们开始接受了哈里斯对决特朗普的新形势后，特朗普的支持率落后幅度已有所收窄，在部分最新民调中还再次反超哈里斯。在这次电视辩论前，最新民调显示，两人在全国和关键战场州的支持度都非常接近。此外，这次辩论的所在地宾夕法尼亚州是本次美国大选的摇摆州之一。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支持率在该州微弱领先特朗普，优势只有不到1个百分点。但特朗普毕业于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宾州是他努力拉拢的摇摆州。双方团队在这里争夺投入巨大资源，包括斥重金投放竞选广告以及设立竞选办公室。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此前正是在宾州参加竞选集会时，险些被子弹射中。I know if Kamala gets in, it'll be the same chaos that's been going on for the past 3.5 years. Well, she needs to speak up on what this country needs. 10号来华访问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及挪威首相斯威特分别由北京转抵上海，展开经贸交流活动。中国商务部最新表态称，只要欧方展现诚意，与中方相向而行，就可以通过磋商解决彼此关切。而据欧洲最新消息，欧盟将降低从中国进口特斯拉和其他电动车拟议关税。据知情人士透露，欧盟将小幅下调针对从中国进口的特斯拉以及其他汽车制造商的电动汽车的拟定附加关税税率。特斯拉的拟议税率将从9%下调至略低于8%。这名知情人士说，欧盟正根据公司提供的新信息进行修订，而欧盟上个月已经将针对从中国进口的特斯拉电动汽车的拟议额外关税从20.8%下调至9%。在拟议的最终关税11月生效前，欧盟成员国将针对此事进行投票。针对中方与欧盟就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磋商和沟通进展情况，商务部发言人10号回应称，欧盟宣布对华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以来，中国政府和业界一直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妥善解决。8月20号，欧委会发布了中裁前披露。尽管我们对中裁披露无法认同、不能接受，但仍秉持最大诚意，希望努力通过对话磋商解决摩擦，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希望客观、理性、认真，来看待中国的
崛起和新一轮的机遇，而不是光看的挑战。所以他现在对中国的定位什么伙伴竞争者、对手，但是这个3个定位之间的顺序是可以一定的调整的。发言人指，9号，商务部副部长李飞一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委会贸易总司总司长韦恩德举行了会谈，并再次向欧方表达了希望对话磋商妥善解决中欧经贸摩擦、合理照顾彼此关切的意愿。欧盟委员会7月宣布，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7.4%至37.6%的临时反补贴税，最终裁定11月4号前作出。在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临时关税后，中方随即展开对欧盟进口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的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欧盟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之际，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来华访问。10号上午，桑切斯在上海出席首届西班牙中国商业论坛时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希望同中方深化经贸合作。西班牙方面也愿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环境，两国经济高度互补，应超越地缘政治影响，加强在高端制造业、绿色能源、循环经济等领域合作，同时扩大第三方合作，尤其是亚非市场的合作。西班牙也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希望欧盟和中国通过开诚布公的对话缓解当前的压力。桑切斯坦言，这种紧张局面很大程度是由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增收关税造成的。Por esa razón, apostamos por el diálogo honesto para reconducir tensiones existentes, que en gran medida son resultado del anuncio de la imposición de aranceles a los vehículos eléctricos. Lo que propugnamos, en definitiva, es una solución negociada y acordada en el marco de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l Comercio que ayude a desarrollar unas relaciones económicas equilibradas, justas y que evite cualquier tipo de escalada comercial que no beneficiaría a nadie. 外界注意到，针对是否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欧盟27个成员国在7月中旬进行了预投票，其中西班牙投了赞成票。观察认为，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西班牙态度发生微妙变化，认识到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增收临时关税造成双方紧张局面，是因为此举可能会冲击到西班牙。一方面，中国对欧盟进口的猪肉、乳制品展开的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直接打疼了西班牙。该国去年对华出口猪肉产品总值15亿美元，高居欧盟首位，比排名第2、第3的荷兰和丹麦总额还多。